开始上课。稍等。大家好，欢迎大家，我是段晨杰，也是本次训练营 AI 编译器方向的导师，欢迎大家参加我们 InfiniteTensor 开源技术社区举办的冬季训练营。那么首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AI 编译器。随着人工智能芯片成为了深度学习应用最主要的算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个比较大的背景，一方面是我们的硬件虽然还在不断的发展中，但是摩尔定律这样一个原有的比较好的规律，事实上我们发现已经变得越来越缓慢了。原来我们可能觉得在不增加功耗或者不增加面积的情况下就能实现性能的翻倍，或者晶体管密度的翻倍。但是现在我们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相同的算力增加的速度，我们需要付出更大的面积，也需要付出更大的功耗。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的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它们对计算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因此，为了较好的支持这些人工智能应用，现在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像 TensorFlow、PyTorch 这样的编程框架，它们可以比较好的去表达深度学习的应用。这些一般是张量之间的计算，我们要把这些程序最终高效的去部署在人工智能芯片上，让它比较高效的跑起来。那么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从左边到右边。这样的从左边的编程框架到右边的人工智能芯片，中间所需要的步骤就是我们 AI 编译器所需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怎么样把一个程序高效的去映射到硬件上。那么首先我们从深度学习的代码出发，大家平常比较看到的比较典型的 TensorFlow 的这段代码，我们会用 Python 去写一段这样的程序，程序里面都是一些张量作为基本单元。为了提高现在这些人工智能应用的优化与部署效率，现有的 AI 编译器将优化的过程分解成了2个步骤。第一步是高层次的通常来说是体系结构无关的，是计算图层的优化。这里的优化包括比如说图层的算子融合、替换或者删容。这一步我们主要是在一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流图上进行的。这个数据流图上会表示一些算子和张量，以及它们在数据流图上传递的关系。然后第二步的话，我们会做一些低层次的体系结构相关的优化。这一步主要做的是一些算子级别的优化。这里面最典型的2类工作是一些算子库或者自动的张量编译的框架，就像我们大家平常写代码在 CUDA 上都会用到的 cuPlus、cuDNN，或者是 Flash Attention， 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代码。然后通过这样2步解耦的优化方法，我们就可以把现有的人工智能应用比较高效的去部署到底层的芯片上。那么我们下面来具体的看一下这2个步骤是怎么做的。第一个方面就是高层次的图层编译优化。图层编译优化我们可以把它分为2个大类。第一个大类是这种手动的基于规则的图优化为主，这种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各种传统的编程框架，像 TensorFlow、PyTorch， 大家在跑程序进行编译优化的过程中，这些框架里面都会去预置非常多的图层编译优化的规则。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右边举出的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到这里面有2个矩阵乘，它们是有一个相同的输入。那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这2个矩阵乘给合并成一个矩阵乘，然后再把结果进行一个分割。这样一来，算子的调用次数就会变少，里面的内存复用也会变得更好。另一方面，它的并行度也会更大，整体的性能就也会更好。现在像 TensorFlow 这样的框架里，他们会预置非常多的这样的规则，他们可以进行一个比较高效的优化。我们只需要进行一些计算图上的算子匹配，找到我们给定的 pattern， 然后把它替换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但这样做的一个局限性在于，我们这些规则事实上是需要领域专家对这些进行非常多的人工设计。对于一些新的算子或者一些新的模型，都需要去设计这种新的规则，所以说它会需要比较多的人力开销。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进一步去提高优化效率，第二种方法是以自动优化框架为代表的一些工作，他们的目标是去自动化的搜索等价的计算图，然后我们把原有的低效的计算图用我们自动发现的高效的计算图去做一个替换。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不基于这些专家设计的规则的基础上去实现一个相同的，或者说更好的效果。这样一种自动化的方法，在一些新的模型上面可以去找到一些现在并没有被发现的新规则。那么具体来看呢，这种自动化的方法现在也有2种比较典型的技术路线。第一种，我们把它归类为搜索加验证的方法。在这样的一个方法过程中，第一步，首先我们会去随机的找一些计算图，然后我们这里的计算图，我们会用算子库里面也就是我们后端支持的算子，把它进行一些随机的拼出了一些新的计算图，是这样得到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一些算子去随机的拼出很多计算图，但是它们不一定和原有的这个计算图是等价的。所以说，在第二步，我们就要去证明这个新发现的计算图和原有的计算图是不是等价的。我们需要去筛选出那些等价的计算图。然后这一步证明的话，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技术选项。一种最直接的做法是，我们可以去生成随机的输入数据。首先让原有的计算图跑一遍，然后让新的计算图也跑一遍，对比一下二者输出的结果是否是相同的。因为一般来说，对于一个 tensor 里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个浮点数，如果它们最后算出的结果是相同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这2种计算图大概率也是等价的。那么第二种做法呢，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形式化证明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去把代数的规则给列出来，然后用一些工具进行形式化的验证。这样的话，可以在理论上保证它们一定是等价的。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搜索加验证的方法，它的优点在于可以自动的去搜索整个图优化的空间，然后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形式化验证的方法来保证正确性。但它的局限性在于，首先它的优化空间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所有我们探索的这些计算图都是用算子库或者我们后端已经有的这些算子去随机拼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需要一个算子，它不在这个已有的这个算子库里实现的话，那么我们就做不到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局限性在于，它优化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我们可能需要去随机的去枚举成千上万的新的计算图，但是里面只有非常少部分的计算图是等价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去尝试大量的错误状态。那么自动图优化的第二种方法，则是基于一种推导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说，我们把计算图的算子转换为更底层的张量表达式。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些卷积和矩阵乘在数学上表示成偏代数的张量表达式的形式。然后我们可以在第二步中，在这些表达式上去进行一些等价的推导。这些推导都是基于一些算术推导的规则。就像我们在解一些方程或者做一些证明题一样，我们预先给它写了一些算术上的规则，然后在表达式上面我们去给它做一些等价的推导。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基于这些预定义算子和由推导得到的等价的表达式，我们可以去组成一些新的等价变换得到的计算类合。这里它之所以是等价的，这里面的正确性是由我们的推导规则来保证的。只要我们写的数学上的推导规则是正确的，那么最后得到的推导结果也是等价的。而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好处是，第一点，它可以自动的去发现优化所需要的新算子，因为我们的推导是在张量表达式这个级别上进行的，它可以通过推导去发现一些算子库里没有的新算子。然后另一个优点是我们能够保证推导到的每一个状态都是和原有的计算图等价的，因为推导规则保证了推导结果的正确性。那么它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这个搜索的空间它可能会非常的大，正是因为我们在数学上推导一个表达式是有无数种推导方法的，理论上，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高效的搜索算法，才能够在可接受的时间内去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然后我们刚刚讲的两种方法都是在计算图层这样一个级别上进行的。刚才说第一种是传统的手工的方法，另外两种都是自动化的方法。那么我们下面看一下在算子层的编译优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的。一般在算子层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类似的分类。一方面我们可以去有一些手动的专家优化的方法，就比如我们使用的算子库里的所有的算子都是通过由专家通过了一些优化方法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性能，就像 cuDN、cuPlus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算子库，他们在 CUDA 平台上都能取得一个极高的性能。但是在这样的做法的一个局限性在于，他们的计算元语通常比较少，就像 cuPlus 主要就是矩阵乘。另一方面，算子库需要大量的人力去进行维护。如果大家有去看过 Flash Attention 或者 Catalyst 的源代码的话，就会发现对于每个新的硬件平台都需要去进行单独的 tuning 或者是重写整个 kernel 才能去匹配新的硬件。这也是我们要提到的第三个局限性，它在不同的平台是没办法做到通用的，每一个平台都需要进行单独的调用。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想到这样一个事情，我们能不能够用自动的方法去实现一个同样的效果？那么现在流行的自动化框架会分为全自动和部分自动的做法。部分自动的话，只需要程序员去写一个高层次的抽象，比如说只需要描述一个矩阵乘任务是如何划分到 CUDA 的各个 SM 上，以及一些高层次的内存移动，比如说我们要把哪一块移动到每个 SM 的 cache 里，我们都只需要去进行一个高层次的描述。至于更低层次的，像是寄存器是怎么分配的，以及在核上计算和仿存是如何进行 overlapping 的，这些都是由编译器来进行处理的。这种做法最典型的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比如 Triton 这个框架就是让用户去提供一些高层次的描述，然后自己去尽量进行一些低层次的优化，以及我们团队成员开发的新框架9尺，是一个比 Triton 更高层次抽象的算子自动生成框架，可以让使用者专注于以串行的逻辑去描述算法，而不用去关心太多并行算法方面的内部的一些逻辑。我们本次训练营也有开设介绍9尺的课程方向，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语言对于初次接触并行编程的同学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然后另一种的话是全自动的算子生成框架，最典型的是以Highlight TVM 为代表的方法。他们的思想等会儿我们会具体介绍，然后也存在另一条技术路线，是用多面体这样一个在理论上或者说算法上更优美的方法，也能够去解决类似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类的全自动的算子编译。第一类方法是 TVM Highlight 这种计算加调度的方法。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计算调度具体指的是什么。右边这段 TVM 的代码，我们首先来简单分析一下这段代码。它主要是利用 TVM 框架实现了一个矩阵乘法的计算，同时也进行了调度优化。
代码可以分为这几个步骤，我们逐步来看。首先，这里定义了两个随机矩阵 a 和 b， 它们的大小分别是 m 乘 k 和 k 乘 n， 然后并且通过 s-type 转换了数据类型，比如说 float 32，然后把它们分配到了 CTX， 也就是硬件的执行上下文。接下来是计算图的定义，这里首先定义了一个规约轴，叫 k， 范围是0到大 K。然后定义了两个占位符大 A 和大 B， 它们的形状是 mk 和 kn， 对应的就是刚才的输入矩阵 A 和 B。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一段是核心的部分，这里的矩阵乘法通过 t 点 compute 来定义，对于每个位置，主要就是里面的这个 lambda 函数，对于每个位置 x y。cxy 的值是等于 axk 和 bky 相乘后对规约轴 k 进行求和，也就是我们通常来说矩阵乘法的公式。这里描述的计算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张量表达式是类似的，是一个体系结构无关的数学上的描述。然后在第二步，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调度，是一些体系结构相关的优化。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样一段代码里，它会利用一些调度元语，做一些 tiling 或者是循环的重排，或者是向量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典型的调度元语里，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有这些，比如说我们可以指定计算的顺序是怎样发生的。比如计算的和仿存应该是行优先还是列优先，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向量化的指令，让2个或者4个元素同时做计算，或者说是做 tiling， 以及指定哪些 for 循环是可以并行的，或者说能够做一些分块，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典型的调度元语。所以说这一条技术路线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既要求用户去写计算，又要写调度，这样对用户提供的便利来说，是我们不需要去碰非常底层的 CUDA 代码，只需要写一个像 Python 这种级别的调度，就可以生成出一个 kernel。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也出现了比较多的自动调度的技术，也就是用户只需要去写计算是怎么样的，后面的调度可以通过自动搜索的办法去搜到一个比较好的解。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做法的优点是，这个方法在常见的 AI 芯片上生成的算子的性能还是过得去的，然后也具有一定的跨平台的能力。对于右边所示的同样一份代码，它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运行，只要对应的平台提供了相应的这个 TVM 后端，能够生成对应的代码就行。那么它的局限性在于，一方面我们如果想达到一些极致的性能，还是需要用户手动去写一些调度代码，因为自动的搜索不一定能搜到比较好的解，尤其是对一些不太规整的计算，比如一些稀疏性的矩阵乘，那么这个搜索一般来说就会比较困难。另一方面，它的调度元语覆盖面是有限的，就比如有一些硬件可能会需要一些神奇的调度方法，我们就需要单独的进行开发，这些工作量会比较大。那么第二条技术路线则是基于多面体模型的自动张量编译技术。这种技术是把程序的循环去表示成了一个多面体，空间多面体。空间多面体这里面我们可以给一个直观的感受，看到这样一个2层的 for 循环，我们可以把它映射到下面这样一个2维的矩阵上面。矩阵里每一个实心点代表的就是这里面的每一条计算语句。之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多面体模型，是因为假如有更高层次的多层的 for 循环嵌套的话，那么它对应到空间里就是一个多面体的样子。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技术来将程序的循环表示成一个这样的空间多面体，在这样一个空间多面体上进行各种仿射变换，来得到程序代码上对应的变换和优化。在这个例子里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黑色的点是计算语句，而这里蓝色的线则是数据的依赖关系。
比如说，假如这里有一个箭头的话，就代表我必须先执行这个黑色的点，才能够去再执行下一个黑色的点，是这样一个依赖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个依赖关系抽象成了空间多面体的边，然后用边的形式去进行通过仿射变换来把一个多面体去变成另一个多面体，来实现代码上的变换和优化。然后这一类工作比较典型的代表是 MLIR。MLIR 定义了 affine 的dialect， 这个 dialect 对多变体的模型的支持相对来说会比较好。然后另一个就是 tensor comprehensions， 也是前几年的一个工作，是做类似的一个事情。然后这样方法的一个优点是它的表达能力比较强，另一个是我们最后优化的模型是一个体系结构无关的模型，大家刚才也看到，能够比较好的去跨平台，以及它自动化的程度会比较高。但是它的局限性在于，由于基于多面体、空间多面体的方法，我们是需要在整数集合上求解的，它的复杂度会比较高，基本上都是一个 NPC 的问题，编译效率也会比较低。另一方面的话，现在搜索过程用到的代价模型会比较简单，最主流的方法可能是只以依赖的距离作为调度的依据。事实上，硬件的抽象过程会更复杂，因为本身会存在许多复杂的调度行为，比如说 cache 的管理这些。那么这些行为在多面体模型里面，现在的做法都会比较难，去很好的结合起来，所以整体上它的性能会比 TVM 这种计算加调度的方法性能会稍微差一些。那么，所以说总结一下，我们现在 AI 编译器的编译过程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图层的编译，一个是算子层的编译。这两个方向里面，传统的做法都是用一些专家手写的优化，现在也会有一些新的做法去尝试一些自动化的方法。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各种技术路线还在持续的发展过程中。大家如果对这个方向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深入研究一下。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AI 编译器整体概述的介绍。这节课后面的部分，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具体代码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会对着我们我们 AI 编译器方向涉及到的这几个项目的代码去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这几个项目，包括 AI 编译器项目 Infinite Tensor 以及 Reflect Graph。最后我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AI 编译器方向在专业阶段给大家提供的作业项目 Tiny Infinite Tensor。那么首先简单提一下，在开营仪式里也介绍过，我们这个方向课程涉及到的开发项目有两个，分别是 Infinite Tensor 和 Reflect Graph。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GitHub 组织里看到这两个项目。其中 Infinite Tensor 是开源组织的第一个项目，也是我们组织名的来源。这个项目使用 C++ 开发，接受加载 Onyx 表示的模型去实现高效的推理。这个项目的结构比较简洁，对于之前没有 AI 编译器相关基础的同学来说，也是比较容易学习和上手的。另外 Infinite Tensor 还支持多种硬件加速。另一个项目是 Reflect Graph，它也就是重构图表示是继 Infinite Tensor 之后的下一代深度学习编译器项目，也是使用 C++ 开发的。那么顾名思义，它是重构了一种通用的计算图表示。这个项目现在是可以去单独的实现模型的加载和推理，也可以作为前端去进行图优化。那么首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Infinite Tensor 框架的基本结构。然后首先大家记得我们需要将代码从 GitHub 去拉取到本地，然后大家记得把子模块拉全，不然编译的时候就会报 CMakeList 找不到的错误。那么现在我这边屏幕上展示的就是 Infinite Tensor 框架的一个 master 分支，基本上也是大家刚刚把代码拉到本地的一个状态。手里有代码的同学也可以直接看你们自己本地的代码，是一样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先简单整体看一下这个项目的目录树结构。初次使用项目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关心的是 Makefile， 这里面提供了项目管理的一些功能，包括编译、安装、清理等。在我们的 README 文档里是我们的 README 文档里是提供了一些比较常用的指令。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是可以去先清理一下本地之前编好的文件。然后我们用 README 里给出的这个 make install Python CUDA 等于 on 这个指令去进行一个编译。刚才这里用的就是 README 里面写的这个 make install Python， 然后把 CUDA 的选项开启。这个指令它可以编译我们 InfiniTensor 这个项目，并且打包成 Python 库，利用 pip 进行安装。这里 CUDA 等于 on 表示我们同时编译了 CPU 的部分和英伟达 GPU 的部分。如果我们的后端硬件是寒武纪，或者是昆仑，或者是华为、升腾这样的平台，我们就把 CUDA 替换成对应的标识符号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把这个项目去进行成功的构建和安装以后，大家可以在 examples Python 这个目录下去找到一些推理示例的脚本。比如说这个比较典型的像 ResNet Inference 这个脚本，这个脚本它对于我们想先跑一跑试一试的同学来说是比较友好的，因为不用自己去写代码。这个脚本首先是会去利用 PyTorch 导出一个 ResNet 的 Onyx 文件。刚才也提到 InfiniTensor 它是以 Onyx 这样一个中间格式作为输入来进行模型推理的。然后它会用 PyTorch 导出这样一个 ResNet 的文件去存在本地，然后再作为 InfiniTensor 的输入去进行推理。那我们可以先把我这本地的删了，然后稍等一下，等它编译完以后，我们可以跑一下试试。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 Onyx 这样一个格式。我们当前框架支持的这样是我们框架支持的这样一个模型格式，它的全称是 Open Neural Network Exchange， 是一个用于表示深度学习模型的格式。它使得开发者可以在一个框架里去训练模型，然后用这个格式去存储之后，在另一个框架里进行推理或者进一步的训练。现在编译完了，我们可以跑一下试试。那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 Python 这个目录 example 的 distributed 目录下是提供了一些跑分布式实例的脚本，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回到这个 ResNet 的推理脚本，可以看到我们输出了一个值为686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tensor。了解过深度学习的同学应该知道 ResNet 是一个图像分类的网络，它输出的这个值实际上是我们推理出来的分类得到的这样一个类别索引。那么我们可以去用 Natron 这样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工具去打开我们刚才得到这个 ResNet 的这个 Onyx 模型，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长这样的一个 Onyx 图，然后里面每一个这样的节点表示的就是一个计算操作，比如比较典型的 conv 或者激活 ReLU 这些。那我们其实在推理的时候最关心的是这个它的一个 input 和一个 output 的一个形状，因为我们需要去根据它 Onyx 图里面描述的这个形状去得到去给这个整张计算图去传递我们的输入输出。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其实也是写了一个 input shape， 对应的就是这里面它里面的一个这样的 shape。如果你这里给的跟 Onyx 图不符合的话，框架内部是会检查并且报错的。那么为了去更加清晰的给大家解释推理的流程，我写了一份
比较带详细注释的推理 GPT-2 模型的一个脚本。大家可以根据我这个示例去理解一下刚才这个 ResNet 这个脚本里面的后半部这个用 Infinite Tensor 推理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推理脚本。首先是会使用 NumPy 去生成一组随机的输入，然后输入的维度和数据类型是要根据刚才就是你把你要推的这个 Onyx 图放在 Latron， 就是这个网址这样一个可视化 Onyx 的一个网站的这样一个可视化界面里面去看它的这个 input 和 output 是主要是 input 是什么形状的，以及它的类型，比如这是 float 32，然后它是一个1132424的一个 ResNet 的 Onyx 图。然后这里输入的是，我这里使用的这个 GPT-2 的这个具体的形状。然后接下来第二步就到了 Infinite Tensor 的，这里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Onyx Stub 对象，这是 Infinite Tensor 提供的去读取并且解析 Onyx 模型的数据结构。我们会通过这样一个 Stub 将刚才构造的随机输入数据传给 Infinite Tensor。这里我们需要根据 input 的名称字符串去索引 input tensor， 然后这个名称字符串也是可以在这里面去找到的，基本上就是 lame 这里表示了这个字符串的内容。这里填的也是 GPT 这个模型里面的这个具体的字符串。那么最后我们会调用这个 Stub 的 run 接口去执行一个推理。那么基本上也就是这3步，首先是初始化 Stub， 然后是将输入数据拷贝到 Infinite Tensor， 最后再调用 run 接口执行推理。那么以上就是使用 Infinite Tensor 提供的一个 Python 前端去读取 Onyx 文件并执行推理的一个完整的流程。那么现在我们可以也简单跑一下这个脚本试一下。这里首先看输出的第一步就是使用 NumPy 去生成了一个随机的输入，然后是初始化。这里后面打印了它输入的数据，推理输出的数据，所以比较长。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么4步，去完成了 Infinite Tensor 完成了 GPT-2 的一个推理。那么试着跑过之后，我们可以去正式的开始看代码了。Infinite Tensor 它的代码主要的代码是放在4个主要的目录下，包括 py Infinite Tensor、include、source 和 test。它们分别是这个框架的前端，以及 Python 前端，以及 C++ 头文件，还有源文件，还有单元测试。目前 Python 前端的主要功能是调用 Onyx API 来将 Onyx 模型导入到我们框架，这部分代码全部都在py Infinite Tensor source。在这个文件里面，主要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文件本身比较长，但是内部结构非常的简单。可以看，主要就是在从118行这样开始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 if else，这里面会直接用 op-type 字符串来分辨是哪一个算子，也就是我们刚才在 Onyx 图里面看到的那些节点，然后我们再调取 API 去提取它的一些信息，比如它的属性值，或者是那些 tensor 的一些形状信息之类的，然后再调用我们框架导出的 C++ API 去构造出这个框架的算子。比如这里就是用了 self.handler.com 去构造出了我们框架后端的一个 com 算子。
那么 include 和 source 还有 test 差不多，就是一般的 C++ 项目该有的都有的结构，它们各自内部又分为了一些比较类似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比如 include 和 source 下面都是一些硬件的名称，比如说 CUDA、Ascend 就分别对应的是华为、寒武纪和英伟达，这些 include 和 source 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这些目录又分为了两类，一类是刚才提到的后端硬件支持的代码，包括这些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还有其他的 core，像这个基本上是一些硬件无关的类型定义，也是框架的核心代码，而 FFI 是导出到 Python 前端的 API 和一些支撑结构，我们是用 PyBand 去导出的。导出成了一些 Python 前端来供用户使用。然后 operators 是我们支持的一个算子库，utils 是一些工具函数。然后在 test 里面是相应的代码的一些单元测试。后续如果同学们会在 InfiniTensor 上进行开发的话，不管是功能模块还是算子的添加，都需要在这个目录下去添加相应的测试脚本。那么可以看到，就基本上2级目录，内部基本上就是一些平铺的文件了，所以整个项目的结构我就介绍完了，还是比较简单的。接下来我会按照从前端到后端的逻辑顺序去介绍一些可能会用到的一些代码结构。那么首先我们打开 FFI 这个文件，这里是前端的。我们前端的 Python 刚才写的那些 Python 代码，在获取到一个算子的信息后，会通过 PyBand 11导出的接口调到这个文件里面。然后这个文件主要就是各种 PyBand 的一些定义了，一些各种 PyBand 的一些注册代码，会把我们 Python 前端要用到的一些类型和方法都列出来了。然后比较重要的是看到532行这里开始的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把一个叫做 handler 的类的一些方法注册到了 PyBand。这个类主要就是用来向我们的 C++ 后端框架去传递算子信息的方法。然后这个 handler 类其实是我们后端一个叫 Graph Handler OBJ 的一个别名。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 handler 这个类。它的声明是在 include core graph handler 点 h 这个文件里，它内部是直接持有了一个图对象，它里面包含把各种类型的算子，包含了把各种类型的算子连接到图上的方法。现在大概有这么多这些算子。我们直接调用这个方法，然后把相应的输入输出还有一些属性传递进去，就可以构造一个 C++ 后端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 operator 的，然后把它加到计算图里。那么我们跳到它相对应的这个头文件里去看一下，就比如像conv 这个，它里面实际上就调用了图结构，添加的方法，把这些参数全都传进去了。然后添加算子是一个模板方法，我们通过传这个模板参数来选择去要创建什么算子。然后以及根据是要把这个算子连接到图中间，还是连接到图末尾，也就是有没有提供 output 的张量，来分别调用的是不同的添加算子的 API。然后创建完这个算子以后，我们输出的这个 tensor 就会被返回出去。那么我们现在再简单看一下 graph， 我们刚才说 handler 里是持有了一个图，也就是 graph， 这个 graph 里都有些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在这个 core 这个include core 这个文件夹下有一个 graph 点 h 里描述了图的一些功能方法，包括添加张量，还有克隆张量，包括移除算子、移除张量、断开连接、添加连接、替换连接
和克隆算子，以及获取所有的张量，获取所有的算子，获取满足某些条件的算子，获取指定 ID 的一个张量，以及拓扑排序、图优化、形状推导，为整个图去分配空间，还有这是 KV Cache 相关的内存管理。然后就是我们刚才在 Graph Handler 里面有见到过的 add-op 添加算子，以及带输出的一个添加算子。然后这个是获取全图的输入张量，获取全图的输出张量。然后 check valid 是一个用来检查图是否合法的，如果做了图变换，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检查一下。那么以上就是所有这个图的所有外部调用方法了。我们可以再回到 Graph Handler 里。假设我们通过了Graph Handler，我们通过了不断的去添加这个算子，完成了构图。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调用分配空间，以及和设置输入数据的 API。就是在这儿 datamalloc 是用来分配空间。然后我们在最后调用这个 run 接口去进行一个推理，这些函数的形式整体都比较简单。那么我们看到最关键的一部分就是这个 run 函数，它这里执行了这个计算图的一个推理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这个 run 方法这个类部，在 runtime 这个类里面。在这个方法里面，实际上我们做了2项工作。首先是算子到 kernel 的选择和然后是具体的运算。这里面有2个对象，叫做 kernel registry 和 proof engine。它从取用它们的方法的名字可以看出来，它们都是单例。这2个单例分别保存了整个框架中所有的 kernel 以及这些 kernel 在不同条件下的性能记录。那么然后这一部分是之后 tune 的时候会有介绍。然后下面 for 循环，下面是在这去 for 循环图里面的所有的算子，然后利用算子的某些信息去构造了一个 kernel attributes 的一个东西，从这个 kernel 库里面去找到这个算子对应的具体的硬件相关的kernel，比如 CUDA kernel 这些，然后再从 proof engine 里去拿到记录到的性能信息，最后再把性能信息和参数全都传给 kernel， 就可以做计算了。这个性能信息和参数传递给 kernel， 性能信息传递给 kernel 主要是为了让 kernel 做算法选择用的，因为我们后面会提到同一个算子对应的 kernel 它可能会有多种实现。那么我们对 Infinite Tensor 的介绍就大概到这。后续大家在完成作业的时候，也可以去深入的去研究一下 Infinite Tensor 的代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Reflect Graph， 这是我们组织里另一个 AI 编译器项目。这个框架最初是为了进行图优化，来对 Infinite Tensor 的图结构，也就是刚才的 Graph 那一层的结构进行了重构。但目前它也具备了运行时的功能。同样也可以进行推理。整个项目的构建是采用 CMake 去方便集成一些第三方库，所有第三方库都会以 Git submodule 的形式去导入。然后第三方库位于在这个third party 这个目录下，然后同时还有专用于 Python 的一个前端也是像类似 Infinite Tensor 这样的一个 Python 的 FFI 的目录下是用来导出 Python 前端的一些代码。然后在整体结构上不太一样的是 Reflect Graph 整个项目的源码都是以子项目的形式进行解耦的，来放在了 source 这个子目录中。每个子项目都会有自己的 CMake list， 并且由根目录的 CMake list 去进行一个调用。
Source 的每个子目录大家可以看到都会带有一个编号，其中编号大的可以去依赖编号小的，然后这是为了方便维护子项目之间的依赖关系，避免循环依赖。然后当前一共有00到09这样10个子项目。下面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各个子项目的功能。首先是00 common， 这里目前是只有一个 datatype 点 cc 文件，里面给出了用于子项目的类型和函数定义。然后是01 graph tuple， 这里定义了与元素类型解耦的图拓扑结构表示，包括存储结构和变换算法。Refactor graph 的图表示方法在第2堂课德瑞会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接下来是02 hardware， 里面主要是给不同硬件提供的存储空间管理的抽象。目前主要支持的硬件有 CPU、寒武纪，还有英伟达。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存储空间管理的抽象主要就是包括这些 malloc free 的接口，以及主机和显存之间的拷贝函数等。这里面还实现了一个类存池，是推理过程中用到的类存，来使用这个类存池进行分配。那么接下来是03，是用来提供运行时的功能，是执行模型推理的图层。然后是04 kernel 核函数层，包含了核函数以及从核函数图层下降到运行时层的一些算法。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核函数的定义是在这个04 kernel source kernels 的文件夹下，与 Infinite Tensor的组织结构不太一样的是，这里 Refactor graph 是以 kernel 的名称作为文件夹的名称，然后在下一级包括了不同的硬件的 kernel 实现。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对于手写的 CUDA kernel Refactor graph 使用的是 NVRTC 提供的这样一个运行时编译的功能进行编译的。这种编译方法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将运行时才能确定的一些信息直接融入到 kernel 中，去消除一些可以就比如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不同的硬件CUDA 兼容的，就大家或许可能也会使用到的一些 CUDA 兼容的硬件，但它们的 warp size 这些值可能不太一样。这种时候走 NVRTC 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Source Allocator 这个目录下，这个文件夹下是提供了2种不同的类存分配策略。Flat Allocator 指的是不复用内存的一个分配策略，而 Reusable Allocator 指的是进行内存复用的一个分配策略。那么它们主要的区别是内存使用总值上会有一个差异。然后在这个attributes 目录下就会提供一些算子属性的存储结构和硬件无关的一些通用的优化方法。然后 collectors 文件夹里面则是每个 kernel 会从核函数层下降到运行时层需要收集到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04 kernel 差不多就看完了，接下来我们看05 computation， 是一个计算图层，它包含了算子的语义表示定义，类似 Infinite Tensor 的 operator 这一层。好像这一层还包括了在算子语义层进行图变换的一些规则定义。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transformer 这个目录下，这里就会写了一些 layout 之间的互相转换。然后是06 frontend， 是前端图层，它支持的是一些混合存储了，可以去支持不同的一些编程框架导入的前端算子，然后包括进行一些张量形状推导和动态性消解，
然后常量折叠这些。然后是07 Onyx， 是 Onyx 前端的算子库。然后还有个08-01的 LLM， 这个是在前端定义了大模型的自定义算子，包括了一些专门给大模型使用的算子定义，比如说 attention 算子，然后比较特殊的支持带阿尔法贝塔属性的 Metamorph 算子，然后还有 Armstrong 算子这些。然后可以Refactor Graph 之前我们也是可以跑大模型的，需要借助我们组织下的另外一个专门给 Refactor Graph 写的构图 API 项目，叫做 Infinite Canvas， 大家应该也能看到在我们 GitHub 组织里，它提供了一个类似 PyTorch 形式的动态模型搭建 API， 然后使用这套 API 就不需要去依赖 Onyx 图作为输入了，而是可以用我们的提供的自定义的 Python API 去搭建一个自定义的模型，然后来导入到 Refactor Graph 里面进行推理。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刚才下一步到08 Communication 是分布式通信算子库，提供了 Orget、Reduce 这些算子用来进行分布式推理。最后是09 Python FFI 和 Infinite Tensor 是类似的，是它这个 Refactor Graph 的一个Python 前端的一些接口。那么具体的运行方法在项目的 README 文档里面是有提供的，然后关于 Refactor Graph 的图结构设计以及图优化相关的部分，在第2节课和第3节课都会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展开了。那么接下来剩下的时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AI 编译器方向在专业阶段这2周给大家留的作业是，是这个 Tiny Infinite Tensor 是我们给大家写了一个简化版本的 AI Compiler， 然后这个 repo 现在已经上传到了 Learning Infinite Tensor 这个组织里面了，大家可以看到。那么顾名思义，Tiny Infinite Tensor 是 Infinite Tensor 的一个简化版本，这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快速的上手和学习。我们在这个项目里保留了 Infinite Tensor 的计算图和 kernel 层的概念，然后去掉了 Python 前端读入 Onyx 的部分，但是大家仍然可以去基于 C++ 的 API 去搭建一个简单的计算图执行推理计算。然后目前 Tiny Infinite Tensor 只支持 CPU 平台。在 README 里，我们提供了环境部署文档和 Infinite Tensor 是基本一致的。然后我们这个项目是使用 CMake 进行编译的，然后并且是使用 Gtest 去进行测试。大家如果拉到了本地，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去编译。然后去用 make test 的 CPP 执行测例，可以看到目前这些测例都是 fail 的状态。当大家把作业里面的所有题目完成，这些测例就会都通过。那么整体结构我就不介绍了，大体上和 Infinite Tensor 其实是一致的，然后也比较简单，大家可以自己去读一读。下面我们主要看一下作业部分。本次我们一共给大家留了8个作业题，涉及到了 AI 编译器的类存分配、算子添加、图优化这3个部分。和这些作业相关的一共有11个测例，然后每一个测例可能会依赖多个作业，所以这里我们给大家把依赖的关系留了出来，给依赖的关系给写了出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完成哪些作业，这个测例才会通过。比如像测例7，我们必须要完成作业1和作业5的部分，这个测例才会通过。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类存分配器。
刚才我们介绍 Infinite Tensor 和 Refactor Graph 时，都有提到计算图的概念。在我们这里，每个计算操作是图里的一个节点，也就是 operator，而完成计算所需要的输入输出的数据都存储在张量的 tensor 里。为了避免实时分配带来的一个时间开销，我们会在执行推理之前，给计算图中的所有 tensor 分配好内存。这里给大家留的作业涉及到了2部分，一部分是底层内存分配器 allocator 的实现，大家需要去实现一个功能完善的 allocator。首先，我们需要去考虑用什么样的一个数据结构去管理 allocator 的内存块，然后去实现 allocator 的分配和释放接口。这里大家可以像刚才 Refactor Graph 介绍的时候提到过，它是有2种内存分配策略，一种是 Flat Allocator， 是不进行内存分配的，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但是也推荐大家去考虑一下，在 Alloc 和 Free 的时候如何去进行内存的复用，也就是第2种 Reusable 的 Allocator 的分配方式。然后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我们这里 alloc 和 free 涉及到的内存地址，说的其实都是内存偏移量，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时候是不会真正调用底层的硬件接口 malloc 去开辟内存的，而是会在后面有一个 get ptr 函数里面去进行真正的内存分配。所以你可以把 allocator 实际分配的内存想象成一个内存池，这里的内存偏移量指的就是相对内存池起始地址的一个偏移量。然后是作业2，这个作业是比较简单，只需要去完成 transpose 的形状推导函数，也就是 InfoShape 函数。这个 InfoShape 函数指的是根据输入的形状推导出输出的形状，因为有的时候 Onyx 模型文件里不一定会给出所有 tensor 的形状，这时候就需要框架去自动推导出 tensor 的正确形状。完成这个作业，大家首先需要去 Onyx 文档，也就是刚才点开的这个里面，会有各个会有各个算子的一些具体的定义。它这个会去描述，这个算子的一些输入输出之间的形状关系。就比如我们这个是 transpose 算子，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transpose 算子的一个定义。我们在这个文档里找到 transpose 的介绍文档，在 summary 里面它是给出了算子的一个具体描述，这里告诉我们 transpose 的计算和 NumPy 里的 transpose 是一致的。其实这也和线性代数里的转置是类似的，只是在线性代数里我们可能一般都是处理2维的矩阵，这里需要扩展到多维。而 perm 这个属性就是指导多维情况下应该如何做变换。这句话其实就告诉了大家输出形状是如何根据输入形状推导出来的。一般来说，大家把 summary 这块读懂了，就知道这个算子是在进行了什么样的计算操作。然后除了 summary， 文档里还会介绍 attributes， 是算子计算所需要的一些属性信息，比如这里的 perm 属性的值在 Onyx 模型文件里一般都是已经给出了的，然后是 inputs、outputs。注意这里后面的 t 是输出 tensor 的类型约束，比如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输入和输出它的类型是一致的，而 t 可以取的类型在 type constraints 里面都列了出来，这里它可以有这么一些类型。回到作业这块，我们看到作业3和作业2也是一样的，是完成形状推导函数。这2个作业都比较简单，主要是让大家学会去读 Onyx 文档来查看算子的具体定义。接下来是作业4，这个作业也不难，除了完成形状推导函数，还让大家去完成了数据类型推导函数。然后数据类型的推导，刚才给大家介绍 transpose 的时候也提到过了。就是查看一下 inputs 和 outputs 的描述，以及它们后面的类型约束即可。然后接下来是作业5，也是形状推导函数，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是作业6，需要大家写一个双向广播函数。
然后基础阶段之前做了 C++ 的题的同学在，里面应该也都实现了一个支持单向广播的加法操作。那么顾名思义，双向广播指的是不管 A 对于 B 还是 B 对于 A 来说，都要满足单向广播的要求。然后这里我们返回的是一个 shape，也就是一个形状张量，指的是经过这样一个双向广播的操作之后，它最终得到的一个输出结果的形状。接下来是作业7，需要完成矩阵乘的形状推导，也是需要大家仔细阅读 Onyx 文档来完成。最后是作业8，需要大家写一些图优化规则实现。图优化也是 AI 编译器里一个重要的优化方法，主要是通过在计算图里去匹配一些固定 pattern 的子图，这是我们这里图优化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法，然后去替换成一个等价，但是计算复杂度更低的子图，来达到减少计算量、提高推理性能的一个效果。这里我们给大家指定了2个图优化的规则。也就是需要去找到这2种子图，并且进行相应的替换。在第3堂课，会有老师给大家更加详细的去介绍图优化的知识。在这之前，大家可以先自己尝试实现一下。那么我们这节课我要讲的内容就到这了。然后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开麦或者在评论区里留言。会有的，之后 PPT 都会放到我们的这个主页上。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好。你好，就是老师，您之前说的那个计算图的重写，现在有用 eGraph 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吗eGraph。eGraph 是一个等价类的一个重写一个重写器，基于等价类技术的一种重写器，然后这个我们现在项目里暂时没有用这个。现在我们的图优化一种是刚才说的，就是找到那个 pattern 去等价替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是基于 MLIR 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图优化。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个暂时没有接触过。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您刚刚说的那个，基于那个多面体编译的技术，它在一些常规的平台上可能会被 cache 策略硬件的 cache 策略干扰。那这种技术有在使用软件管理的缓存上面的软件管理的缓存，就是 Scratchpad 之类的一个平台上有效果吗？这个我们其实现在就是喂，老师。喂，陈姐那边不知道啥情况，现在好像是掉线了。要不我先来回答一会儿。那个关于那个 eGraph 是不是我们目前没有用过。eGraph 是不是之前在这个那个 Circle 的边是不是有应用？我有一个印象。我不太清楚了。反正我知道这个技术，但是我目前没有这个。好的。
好的，不好意思，刚才网断了。那你继续。行。对，刚才就是多面体这个技术，我们实际项目里其实用的不是没怎么用过，因为现在目前用到的图优化就基本是刚才说的等价匹配，或者是基于 ML、IR 做了一些变化。好的，谢谢老师。好。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这节课就到这儿。行，那谢谢大家的听课，大家再见。